今天分享一部鲜为人知的赛博朋克漫画神作，气质比肩红辣椒、穆赫兰道、盗梦空间，通篇看完后劲刺骨。它口碑极高，见过它的读者无一例外高分赞誉，却受题材束缚，没能广泛流传。在这个世界里，葡萄糖不再被限制，情绪药剂被公然普及，世人依靠药物操控喜怒哀乐，借此逃离枯燥平庸的生活。一名沉溺嗑药、浑浑度日的男子，机缘之下拿到了来历不明的秘药极端天堂。服药之后，时空颠倒，虚妄幻境不断涌现，现实和梦境彼此纠缠交织，主人公被困在自我意识构筑的循环里。人人向往的天堂幻境，本质是摧毁心智的炼狱。漫画画风凌厉炸裂，内核设定暗藏深意，整体全程意识流叙事。接下来，我最大限度忠于原著，完整万字解说小池贵一极端天堂。浩瀚无垠的深空之中，一座庞大的环形太空站正在被无数陨石如同暴雨般袭来。通道内，两名男子正在狂奔求生，陨石穿透舱壁，火光与碎片在他们身后狂轰滥炸，整个太空站瞬间沦为炼狱。命悬一线之际，其中一人眼神一定，直接掏出一只类似注射器的装置，歇斯底里地吼道：“注入了话语，而这种药剂根本不是普通的药剂，这是专门在精神极度疲劳时给大脑提供最狂暴的能量补给。”轰的一声，陨石雨疯狂轰炸着太空站，而镜头前这两名身穿宇航服的男子却瞬间摆好了绝妙的动作，亮出手中的药剂。很好。随着导演一声喊停，刚刚那场惊天动地的太空浩劫、毁天灭地的陨石风暴，竟然全都是在绿幕影棚里拍摄的广告效果。导演忍不住夸赞道：“果然还是真人演员好啊！”和同伴寒暄道别后，他走在片场走廊上，看到一个诡异而巨大的水晶异象突然凭空绽放，爆发出耀眼刺目的异光，直接将他整个人照了进去。当光芒退去，当男人的眼神瞬间恢复清醒，刚才那水晶异象居然是幻觉。周围的同事在这个时候都招呼他去喝一杯，他有些脱力的摆了摆手，回绝说自己得休息一下。话还没说完，走廊深处再次闪烁起诡异的几何光芒，他瞳孔猛地收缩，眼睁睁看着一只散发着神圣气息的药剂再次凭空凝聚在他的指尖。这只写着静脉温泉的针剂，他没有丝毫犹豫，熟练地将药剂推入手臂。一瞬间，无形的温热蒸汽充满了整个房间。这一次的注射效果等同于温泉疗养，并且持续整整24小时。就在这一刻，电视屏幕里插播起广告：当您想使用致幻剂时，不妨考虑静脉温泉，爱信制药，让梦想变成科学。原来在这个世界，药物已经合法化了，情绪药品随处售卖。随后电视啪嗒一下直接被关掉，画面则来到一个邋遢的房间，这里满地都是空酒瓶和烟头。一个男人在沙发上躺着，他叫卡布，他不是什么星际战士，也不是什么帅气男主，而是一个面色惨白、满眼血丝、几乎被掏空了身心的宅男。一觉醒来，窗外已经是傍晚，他颤抖的手从一堆废弃物里翻出塑封袋，里面只剩下最后一颗小小的药丸，写着彼得潘。在他剧烈的咳嗽中，依旧继续着疯狂行为。随着药效在体内炸裂开来，整个房间陷入死一般的寂静。他瘫坐在沙发上，静静等待着下一次虚幻与现实的交织。没多久，药物便让他整个人亢奋起来。他一把抓起衣服，甚至来不及扣好纽扣，整个人像疯了一样冲向窗台，对着霓虹闪烁的城市狂乱的尖叫发泄。此刻的他需要清洗，不只是外表需要洗涤，还有那被药物搞得一团糟的神经也需要清洗。巨大的全自动洗体机轰鸣着，将他整个人死死锁在机械与水流的漩涡里。狂暴的漩涡疯狂旋转，洗去污垢，换上外套，整的是神采奕奕。而后卡布推开门，再次走入这片被霓虹与药物广告充斥的赛博夜色。这里的街角贴满了处方签与西斯站的招牌，空气里弥漫着令人窒息的堕落气息。而他的目的地是深巷里一家看似普通却暗藏玄机的酒吧。在这里，脸色阴郁的男人端着酒杯，眼神里全是杀机。他向熟人倾诉着心底最阴暗的怨恨。公司的讨厌鬼把他儿子逼进了监狱，所以导致他的反社会情绪非常严重，以至于他有想要炸飞整个会议室的疯狂念头。他抱怨自己是个容易被利用的软蛋，抱怨这该死的人生为什么总让他受伤。对面的酒保则面无表情，眼神冷得像冰。他没有劝解，只是默默调配出一针特制的血清药物，据说这能补足人体缺失的血清素，瞬间压制悲伤与暴露。男人毫不犹豫地将针头扎进血管，可这仅仅只是开始。隔壁的客人发出了嘲笑，说着那玩意儿太温和了，赶紧给我来个更猛一点的货。
在同伴的打趣和诱惑下，二人同时进行注射。那一眨眼的功夫，男人的面部开始剧烈抽搐扭曲，原本充斥着悲凉与绝望的眼眶里，逐渐被一种病态的膨胀感填满。神经在狂欢，大脑在呐喊。原来如此，那些家伙需要我，除了我之外，还有谁能担起这样的重任？我是必要的。他站起身，眼眶撕裂般瞪大，眼泪与疯狂的笑容交织在一起。他疯狂地向全场举杯，欢呼着这个美好的夜晚。一针药剂不仅改变了酒精的味道，更彻底改写了他的自我认知。但这种救世主般的幻觉能维持多久？酒保神色冰冷，看着这些早已经有了抗药却依然疯狂买单的顾客，只是告诫着酒鬼们要休息一段时间。而酒鬼们只是淡淡说：抗药性，那是说明剂量还不够多，来个双倍不就是？就在一众人还沉浸在自我满足中，门铃响起，那个洗心革面的男人卡布来到了酒馆，就点了2个最贵的药剂。刚才还有说有笑的氛围瞬间被他鲁莽的行为给打破。此刻中年人正咬牙切齿地指着角落里的年轻人挑衅，他嘲笑年轻人不过是在虚张声势的耍帅，他实际上就是个连酒钱都付不起的穷光蛋。但下一秒，年轻人缓缓转过头，朝他脸上吐出一口浓烟。中年人恼羞成怒，想要动手，同伴连拉带拽才将他劝住。卡布则告诉酒保，这2人的账他付了，这地方规矩森严，也不好动手。被挑衅的2人找了个借口，便灰溜溜地走了。酒吧重新归于死寂。于是卡布就一边注射，一边和酒保讨论起他的童年。小时候，他最期待每周唯一的电视节目，每次开播前都会兴奋地上跳下窜。有一次因为过度亢奋，他竟在开播前昏睡过去，等醒来时，节目早已结束。那种眼睁睁看着最真实的东西从指缝溜走的绝望与悔恨，深深烙进了他的骨髓。而现在的每一次的注射，都在重演当年的绝望。还没等他说完，极度的亢奋突然被一股强烈的反胃感撕碎，他的瞳孔剧烈收缩，冷汗瞬间打湿了额头。你配给我的不是我要的东西。是的，没错，酒保私自给他注射了廉价药物，因为这个酒馆是出了名的保护顾客，顾客在这里会拥有绝对的安全剂量。年轻人暴怒的拍案而起，将整整1沓现金砸在吧台上。把它给我，我有的是钱，我能把这间酒吧租下来一整天。他疯狂地叫嚣着，甚至搬出酒吧必须配备专业执照、药物许可证，逼迫酒保就范。但老酒保只是冷冷地俯视着他，眼神里没有一丝波澜，瞳孔不稳，指尖颤抖，颈部发紫。你之前刚注射过彼得潘吧？老酒保一字一顿揭开了最残忍的真相。你点的这个贝吉拉和彼得潘混合使用，会直接干扰胆碱酯酶，导致呼吸困难，甚至猝死。想自杀请便，但别死在我的店里，一旦出人命，这里就会被强制停业。这段话字字诛心，把年轻人仅存的尊严和狂妄砸得粉碎。年轻人虚脱般瘫倒在吧台上，双手死死抱住头。他此时此刻无比想要贝吉拉，甚至把身上所有钱都掏了出来。他哀求着老酒保，而老酒保则依然面无表情地擦着杯子，冷冷地接过了话头。狂欢过后，留给这个时代的只有残余的灰烬。你们爬过垃圾，吃着垃圾，垃圾唯一能去的地方只有垃圾处理厂。但看起来你似乎并不甘心就这么当个垃圾。说到这，老酒保眼神一凝，从柜台下缓缓拿出一只造型诡异的注射器，重重扣在桌上。这是我独创的特别特调星星快车，祝你好梦。话音刚落，卡布便迫不及待地刺入。身体内一滴液体悄然融入血液，犹如平湖中砸入一颗陨石。年轻人的瞳孔骤然放大，眼前的世界瞬间崩塌重组。上一秒还是无数张狰狞可怖的面孔朝他逼近，掐住他的脖子，叫嚣着要将他碎尸万段。下一秒，那种令人窒息的疯狂扭曲到了极致，他在痛苦中抓牢着自己的脸，甚至恨不得把这副肮脏的皮囊彻底撕碎。该死，这个世界全部都是垃圾，快给我消失吧！他在幻觉中疯狂咆哮，拼命推开眼前的空间。可就在他以为自己要彻底坠入地狱的瞬间，轰！一道无法用语言形容的炽热强光猛地在无尽黑暗中爆开。没有废墟，没有痛苦，没有可恶的垃圾，只有浩瀚无垠的宇宙星辰在他眼前疯狂舒展。他的身体仿佛脱离了重力的束缚，赤裸地漂浮在无边无际的银河之中。无数精致如冰晶般的雪花在
星海中盘旋绽放，多么美丽，哈哈哈，多么美丽啊！他看着自己颤抖的双手，泪水混杂着狂笑喷涌而出。这根本不是什么神仙幻境，而是通往死亡的特快列车。年轻人的意识正在被药物暴力的撕成碎片，眼前的世界彻底崩塌，海水淹没头顶，融化的面孔在泥潭里哀嚎：坏掉了，我要坏掉了，谁来救救我？深渊深处，长满眼球和獠牙的怪物张开血盆大口，爆发出直冲灵魂的绝望尖叫。有在这绝望尖叫中淡出婴儿的啼哭，哭声哭到撕心裂肺。那些被他遗忘、压抑的记忆，伴随着核爆的巨大轰鸣，在脑海中轰然炸裂。而后，他死死按住头颅，冷汗如雨下。在极度的痛苦与震撼中，他终于看清了那个在宇宙尽头狂笑的人。那不是别人，正是他自己。没有浩瀚的星空，没有无尽的银河，现实中的他不过是像一条死狗一样，狼狈地瘫倒在酒吧冰冷狭窄的洗手间里。所谓的宇宙奇观，不过是厕所里的一幅装饰画罢了。他在狂笑中流下眼泪，这种游走在生死边缘的极端快感，如同头顶悬着达摩克利斯之剑，胆寒又让人上瘾。酒吧围观的酒客嗤笑调侃，又是个在酒吧拿性命找刺激的疯子，真是搞不懂这些疯子为什么不去药吧，只要倒地立马就会有医生给你做心肺复苏和解毒操作，为了体验濒死感连命都不要，真是个疯子。当年轻人推开洗手间大门走出来时，他的眼神变了，那股歇斯底里的癫狂荡然无存，只剩下一种如释重负的清醒。老酒保一边擦着杯子，一边淡淡地看着他，感觉怎么样？脚底打飘了吧？这一针我不收你钱，因为它就像腮腺炎，得过一次就再也不会有第二次，哪怕你再来一针，也绝对做不出同样的梦了。年轻人愣住了，随即苦笑着摇了摇头。我明白了，你不收钱是想告诉我永远别再来了，对吗？老酒保没有回答，只是默默注视着他。年轻人识趣地转过身，推开门，重新步入那片漆黑而冰冷的都市深夜。自杀倾向、频繁使用违禁药物的恶习，还有亚健康的身体。烟雾缭绕的办公室内，两个神秘人把男人的一举一动都被打印出来做成档案，微笑着说：这堪称无可挑剔的素材，就让我来指引你踏上通往天国的阶梯。在这座冷酷的都市里，他又捕获到了一个新的猎物。可能是昨天太嗨了，此时的卡布居然一反常态打扫起卫生来。不一会儿，一阵闹铃声打破了他的自律。推门一看，一个打扮前卫的小美早已等候多时。你到底在干什么？大扫除吗？女人懒洋洋地调侃着。年轻人只是低着头，机械地收拾着地上的废品，切，尝了点好处就以为自己能重新做人了。小美嘲讽地扬起嘴角说：这些东西只会让你一直在原地打转。而他这一次的到访，只是由于四周有卫生官不断的巡逻，只能换个地方体验最新产品曼陀罗装置。这个号称能让意识在内在的进化的神奇装置。随后小美便轻车熟路地贴上葡萄糖，带上头戴设备。卡布一边收拾东西，一边吐槽着：这群家伙光是活着就已经精疲力尽了，怎么还想着要进化的事，真是不可理喻。就在这时，门铃再次响起，一个留着朋克头、戴着墨镜的怪异男子推门而入。怪人一边吐槽着房间的乱象，一边又熟练就坐到女人身边，看着这小美有几分姿色，便想上手揩油。而卡布冷冷的警告：别碰她，她现在全身心都在冥想呢。朋克男咧嘴一笑，眼神里闪过一丝阴鸷：你前段时间差点就死了，对吧？那两种药混合在一起的话，会有一段很长很长的时间无法再进入那种状态。不过你应该心庆自己，这样还能多活一段时间。转头就又给了点葡萄糖给到男人，怎么样？有个随身带糖的朋友，不错吧？但你要记住，在这个世界上，有些人把药看得比朋友还重。外面那些贪得无厌的家伙，只会把朋友当成拿药的踏脚石。你永远不知道下一步会发生什么。但你放心吧，你要是死了，我陪你一起。朋克男拍着胸口，笑得肆无忌惮。随后两人相对而坐，倒数3秒，同时进入新世界。下一秒，难以置信的异象爆发了，仿佛有某种无形的力量在他们体内轰然炸开，两人的意识瞬间抽离了肉体，在极度的亢奋与幻觉中，他们的灵魂在这个狭小的房间里疯狂翻滚、跳跃、飞升，时而冲上云霄，时而跨越星辰。
哇，我刚刚去了一趟月球又回来了，我刚刚还绕了地球一圈呢。他们在虚幻的幻象中狂笑狂呼，仿佛自己已经掌控了整个宇宙。但欢愉的顶峰过后是无尽的空虚与瘫软。当两人重重地摔回地面，大口大口喘着粗气时，彭克南死死盯着躺在地上的男人问：你告诉我，你濒死的时候到底是什么感觉？我听说人直面死亡的时候，大脑会释放出一种终极物质。卡布没有回答，他的脑子里只有心电图般微弱而剧烈的起伏在空气中震颤，而这段诡异记忆的源头瞬间拉回到了那个混乱的酒吧。畜生，是屁屁，这小子居然在我的店里混用屁屁！酒吧老板愤怒的咆哮打破了平静，倒地的客人，尖叫的人群，慌乱的针管，快把他鞋脱了，按摩他的手脚。酒保立马冲过去做心肺复苏，卡布却在一片死寂中不断抽离，没有剧痛，没有恐惧，他的灵魂脱离了肉体，飘升到了半空。他就这样俯视看着倒在地上的自己，看着周围手忙脚乱的抢救人群。彭克南吐出一口烟雾，冷冷地追问：你这是灵魂出窍吗？男人苦笑着摇了摇头。很可悲吧，我以为自己濒死能看到什么特别的，但没有，我只是昏过去了。但在脉搏恢复的那一刻，我隐约记得我飞到了一个远得出奇的地方，那是连绵不绝的万丈冰峰，是冲破云霄的崇山峻岭，是翱翔于天地间的巨鹰，是跃出水面的游鱼。他的灵魂彻底摆脱了这具肉体，化作了风，化作了光，在这片绝美的天地间无拘无束地穿梭，直到电除颤仪轰然压下，强烈的电流瞬间将他的意识撕碎。脉搏恢复了，快给他输氧！在一阵狂欢和欢呼声中，众人围着抢救成功的男人高声庆祝。可只有卡布自己知道，他刚刚从那个绝对自由、绝美至极的天涯海角被硬生生地拉了回来，他又傻乎乎地回到了这个冰冷恶俗的老窝。彭克南推了推眼镜，声音里听不出半点喜悦。要是你留在那边，我和你可就再也说不上话了。那么我现在先送个东西，等有好东西我再回来。说罢便起身要离开这里。当彭克南离开没一会儿，原本倒在沙发上的小美突然开口，说自己已经升到了第4层。风言风语的，她说自己能看到男人全身的血管，就像蓝色的火焰一样，太漂亮了。小美一边说着，眼泪就这么毫无征兆地流了下来。她不知道为什么自己会哭泣，但这种环境让男人非常的压抑。她想离开这里，去到刚才描述那绝美至极的天涯海角里，那个地方没有罪恶，没有欲望，只有无边无际的雪山与宁静。与此同时，在这房间外面，霓虹灯闪烁的城市里，一个包着头巾的流浪汉站在桥头，呆呆地注视着繁华的夜景。突然，2名身穿制服的卫生局官员悄无声息地逼近，警棍狠狠顶上了他的背。这位先生，例行检查。流浪汉被捅得嗷嗷大叫，拼命挣扎地说：我什么也没做，我没违法。但谎言骗不过专用探测仪器，仪器显示你过去的6小时内喝了药物饮料，12小时内注射了镇定剂，你已经药物过量了。流浪汉慌乱地辩解，说自己只是吃了点其他药物，可能是检测有问题，甚至企图用各种谎言蒙混过关。但卫生官不听任何解释，冰冷的手铐瞬间扣上了流浪汉的手腕。面对即将到来的强制收容，流浪汉终于崩溃了，歇斯底里的大喊：我想起来了，我还吃了别的，巴拉巴拉和报菜名一样报了出来。听到这里，卫生官停下了手上的动作，在电子终端上快速敲击着。原来如此，由于药物滥用导致头脑混乱、记忆丧失，这种情况算是精神类疾病了。虽然你不用去所里，但你得拿着这条子去卫生局接受治疗。要是敢无视，就强制住院。听我说，这都是为了你自己的健康着想，多保重。随后，警车绝尘而去，留下流浪汉一个人握着处方单，呆立在寒风中。其实卫生局他们并不关心普通人的死活，只关心指标、规则和掌控。只要被定义为有病，就能被顺理成章地纳入官方的强制管理或疗养体系中。而小人物只是从一个牢笼到另一个牢笼而已。被逮住的流浪汉坐在长椅上，久久不能平复。他死死抱住头，嘴里不断咒骂着那个该死的卫生官。当他再次抬起头时，却发现旁边有个带着奇怪感应器装置的年轻人。诶，兄弟，你坐我旁边是因为你能看到什么吗？年轻人说：是的，确实是因为在你身上看到了东西，所以我才坐了过来的。接着流浪汉把帽子一摘，说自己脑门上也有一样的装置。他告诉这个菜鸟，这东西一旦戴上这玩意儿，自己对周遭环境没有任何警戒心，而你就这么毫无防备的上街，这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啊，小伙子。话音刚落，两人的精神感知被强行连接在了一起，庞大的精神威压瞬间化作无边无际的狂暴风雪，将小伙的意识彻底淹没。在漫天风雪的极寒之中，小伙的面孔变得极度扭曲。转眼间，小伙起身逃离了这里。
而流浪汉也继续戴上帽子伪装自己。就在缓神的功夫，他就看到浑身冒着光的卡布走过自己面前。镜头一转，就来到了无比豪华的商城内，成千上万的人正像机械齿轮一样，在无数层环形通道里的行走盘旋着。喂，危险！你刻得这么凶，还敢靠近护栏，不要命了呀！前段时间就是你这个一模一样的位置，我一个飞行员朋友就是这么把脑子摔成了一盘巴西炖菜，这可是我最喜欢的食物，结果害得我现在去餐厅都不敢点了。寒暄完后，二人一前一后走进酒吧，刚坐下，卡布就迫不及待地打听起来，听说黑市上出了一种新型致幻剂，比彼得潘强效数倍。原本制药公司想拿它治疗成瘾疾病，结果阴差阳错变成了最可怕的魔药。卷发男笑了笑，这都是哪儿听来的小道消息，但卡布却是很认真地说，如果这是真的，自己愿意做第一个试药的小白鼠，只要他能再带我看到一次美妙的梦境，死又算什么？卷发男被他的疯狂吓了一跳，你疯了吧？听说那玩意已经闹出人命了。可卡布只是冷笑，自打药事法修正案通过后，人们就靠着药物来逃避现实，但这不过是人类自己骗自己的谎言。游戏、电视，甚至所谓的感应装置，哪一样不是让人上瘾的剧毒？大家都在嗑药，你又装什么清高呢？卷发男叹了口气，你真的很像我以前认识的一个朋友，他也和你一样是个固执的好人。卷发男回忆起那天，二人也是在这里喝着酒，平时一向低调的他，那天却像个梦游者一样，神情恍惚。卷发男当时还关切地问他，你今天怎么了？看上去魂不守舍的。结果他缓缓抬头问，今天是几月几日？3月8日啊，怎么了？与此同时，他的眼神瞬间变得极度恐惧，整个人颤抖起来。不，8天了，我已经连续8天都在做同一个梦，真正的我其实还在沉睡，现在的这一切不过是在梦里重现的过去。卷发男以为他在开玩笑，伸手捏了捏他的脸，兄弟，你玩过头了吧？他指着窗外一个穿着灰色西装、提着公文包的上班族，你看那个男人，他马上就会走进这家店，坐在离吧台最远的椅子上，然后摘下眼镜。话音未落，酒吧大门被一把推开，那个穿灰色西装的男人竟然真的直直走了进来。他步履机械，一步一步走到吧台最角落的位置坐下，随后伸手摘下了眼镜。所有的动作，每一个细节跟他预言的一模一样，精准的让人窒息。这一切还是梦？喂，等等！还没等爆炸头反应过来，那个男人就像一只即将离巢的鸟，纵身一跃，从几十米高的大楼露台上跳了下去。危急关头，爆炸头一个箭步冲上前，整个人扑倒在露台边缘，死死拽住了男人的裤脚。即便是这样，男人脸上没有任何恐惧，嘴角甚至勾起一抹笑意。我不会死的，我会从梦里醒来的。咔嚓一下，他朋友就这么坠机了。说完这一切的爆炸头转过头一看，卡布兄弟，你怎么也在这儿？话音未落，卡布笔直地朝天井底部坠落下去，只留着爆炸头目瞪口呆地看着他坠落在他视线的尽头。天井底部的玻璃穹顶上映照着天空与云彩，你看是梦吧？下一秒，玻璃穹顶的倒影开始扭曲，虚幻的天空瞬间碎裂，窗外清晨的鸟鸣声突兀地响起。卡布猛地从沙发上坐了起来，浑身大汗淋漓，重重地喘着粗气。电话铃声急促地响起，他颤抖着接起电话，喂。电话那头传来了朋友小美熟络的声音，问问他要不要一起去散散步。一番整理后，便来到了公园，看着卡布过来，便说，等下闲聊的话多了，口可是会渴的。便说，你坐这等我一会儿，我去买2杯喝的，咱坐下来好好聊聊。可能是太久没有见阳光的缘故吧，男人屁股还没坐热，脑袋就开始发晕起来。恍惚之间，他觉得人群之中有个男人会朝他走来，并且是个药贩子，随后和我搭话，卖给我东西的。没想到这人还真走了过来，说看你难受的样子，要跟我走，我给点葡萄糖给你治治低血糖呗。但是卡布也很有防备心，为什么就觉得自己不是便衣？流浪汉打趣道，就你走路的拖沓声，2里地都能听到响，便衣哪里会有你这样的？接着流浪汉说自己有一颗来自大使馆特制的药，但卡布怎么知道这药真的还是假的？表现出强烈的质疑声。流浪汉也不含糊，指着地面，我不介意你先用后付，先试试看呗。卡布死死盯着那片小小的纸片，眼神里的警惕与渴望疯狂交织。喂，大叔，如果你只是想迷晕我的话，我告诉你，我身上可是没有钱的。见卡布疑心病这么重，流浪汉便来个欲擒故纵，你爱买不买的，你不想要
要，我给别人去。卡布面对流浪汉夸下的海口，不免的有点动摇。你说不爽不要钱是吧？反正也吃不了亏，真要是爽到了的话，我一定付款。说罢便撸起袖子，把那东西贴到了手臂上。哎，半点动静都没有。流浪汉看到他这样，就像赶苍蝇一样，去，赶紧给我到公园散散步，溜达一圈再回来。卡布还真以为自个捡了便宜，大摇大摆转身就走，还说万一老子一去不回，直接跑路了呢？大叔又能奈我何？可他哪知道，流浪汉听到这也不生气，你一定是会回来的。卡布想也不想的往同伴的方向走去，都快走到了，还没反应。不是吧？还真给我葡萄糖治疗低血压？什么特制药？这他妈的就是葡萄糖！还好自己没被骗，脑子这么一想，猛地就嗡了一下，不对劲了，双腿开始不受控制的疯狂发抖，冷汗瞬间浸透了后背，脑子里嗡的一声，全乱了。手刚搭上树干，恐怖的错乱感直接顺着指尖炸开。这真不是葡萄糖！卡布扶着树干疯狂喘息，眼前的世界开始扭曲坍塌。同伴就在他的眼前，但他无论如何都难以张开嘴巴呼叫。为什么自己会身处于人来人往的马路上？为什么时间怎么过得这么快？他慌了，脑海里不断闪回这玩意到底是什么东西，恐惧感像潮水般将他吞没。他发现只要自己稍微动一下，整个世界就会发生可怕的事故。他脚下一个踉跄，撞倒了路边的垃圾桶，那一瞬间，周围所有行人的脸突然扭曲变形，化作了一面面狰狞可怖的鬼神面具，无数双流着血泪的眼睛死死盯着他，尖叫声、哀嚎声在耳边狂轰滥炸。冷静，一定要冷静，这都是药导致的幻觉。卡布抱头蹲在地上疯狂呐喊，试图夺回理智，可下一秒，脚下的水泥地面瞬间崩裂，而自己和地面接触的手竟然一起幻化为绚丽而诡异的花朵与触手。紧接着，整个世界彻底陷落，铺天盖地的怪异肉块和肉芽在空气中剧烈蠕动，地面化作了无边无际的手臂海洋，成千上万只干枯的手掌从虚无中伸出，疯狂地向他抓来。而在周围行人的眼里，他不过是一个对着垃圾桶和空地疯狂挣扎尖叫的疯子。暴雨如注，雷霆轰鸣，他张大嘴巴，大口大口地呼吸着冰冷的空气，整个人彻底陷入了绝望的虚无。狂暴的幻象在眼眶里炸裂，无数只密密麻麻的眼睛从皮下肆意暴涌，将他的理智啃噬得一干二净。当小美一把将他按住时，残酷的真相瞬间将他击溃。根本没有什么大雨，也没有什么雷暴，阳光明媚，鸟语花香，这不过是一个再平凡不过的春日早晨。而他正像个疯子一样，死死趴在粗糙的树干上，双手已经被异化的幻觉缠绕，鼻涕眼泪流了一脸，浑身早已被冷汗彻底湿透。你刚刚跑哪去了？怎么浑身湿成这样？同伴的质问像一把重锤打在他心头，他支支吾吾，根本不敢承认自己再次坠入了药物搭建的虚幻地狱。没有，什么都没有。他疯狂地抚摸着树皮，试着否认，可越是想要逃避，那股可怕的幻觉越是如影随形。就在他极力掩饰的瞬间，扭曲的世界里，同伴的身体竟然异化成了一个脑花外露、全身布满巨眼的怪物，正居高临下地嘲弄他。你在说谎哟，我看你爽得都快升天了吧？才不是这样，我发誓。而在他的世界里，墙壁早已化作了无数蠕动喷涌的恶心触手，正将他死死缠绕。围观的路人指指点点，警笛声随后而来，两名巡警拔出警棍冲了过来。喂，你在树边干什么呢？卡布猛地回头，鼻涕眼泪混成一片，眼神涣散得像个死人。他试图狡辩，没什么，我只是手拿不下来了，真的没事。巡警冷笑着打量他，开心吗？看来你这小子没少磕啊，再笑一个呀，你不是很开心吗？快笑啊！巡警的嘲讽在他的幻觉里被无限放大。警官拔出配枪，露出狰狞的笑容，知道吗？我们可是卫生官，无论对你做什么都可以，比如像这样就地清除。黑洞洞的枪口直接对准了卡布的额头，下一秒枪声响了。可是，在卡布被彻底扭曲的精神世界里，子弹打在胸口和掌心，竟然迸发出了无比绚丽迷幻的雪花与光芒。周围的路人甚至还在鼓掌欢呼：哇，好厉害！这是什么？卡布看着自己被击中的身体，眼神里全是难以置信的迷茫。可卡布竟然毫无痛觉，甚至面带傻笑地夺过了警察手中的枪，顶在对方头上。让我也试试看。扣下扳机，警察应声倒地，周围的围观群众瞬间炸开了锅，尖叫声、逃跑声响成一片。卡布手里握着枪，站在混乱的街头，嘴角挂着一丝诡异的微笑，眼神里却满是无尽的空洞与绝望。不许动，丢掉枪，双手靠墙，立刻
另一名巡警举着枪，脸色铁青，颤抖的枪口死死顶着卡布的脑袋。可卡布呢？他眼神空洞，嘴里还在喃喃自语。砰！卡布毫无征兆的抬手就是一枪，直接将巡警爆头倒地。2名执法人员转眼间全部毙命。卡布低头看了看手中的枪，又看了看满地的尸体，神志不清的将枪口慢慢对准了自己的太阳穴。咔嗒咔嗒，撞针空鸣，子弹已经打光了。就在这时，周围的群众终于反应了过来，快抓住他，别让他跑了！愤怒的人群蜂拥而上，他拼死推开围攻的群众，像一只被逼入绝境的野兽，在街道上疯狂推搡挣脱。他知道这一切还都是幻境，想要赶紧醒过来，可无论他怎么狂奔，怎么呼喊，这个世界依旧没有崩溃。幻觉的枷锁死死扣在他的脖子上。突然，他在人群中看到了那个流浪汉。哟，小哥，挺有精神的嘛。卡布如同看到了救命稻草，又像是看到了地狱恶魔，一把拽住流浪汉的衣领，暴怒地质问：“你给我吃的到底是什么狗屁东西？我到底是怎么回事？”流浪汉却只是一脸云淡风轻的笑笑：“前几天给你的，你这药件还没过啊？”“什么？好几天？”卡布彻底懵了。流浪汉说：“这效果因人而异，不过看样子还挺适合你的。虽然我知道那些东西和真的一样，别放在心上，这就跟宿醉没什么两样。如果你想逃离这个噩梦的操蛋世界，那就继续下去。”说着，便从口袋里掏出了一枚印着漩涡图案的神秘药片。“再来一片吧。”这次依旧是先用后付。卡布死死盯着掌心里那枚仿佛能吞噬灵魂的漩涡药片，呼吸变得无比沉重。这个东西到底叫什么？不是普通的葡萄糖啊！而流浪汉则淡淡地说：“它可以塑造出一个比现实更加真实的梦，我管它叫做极端天堂。那么再见了，祝你好运哦。”说完，这流浪汉和开了斯安威斯坦一样，出现重叠幻影地离开了这里。什么嘛？这药效到底有没有消散？如果连这也是梦，为什么鸡皮疙瘩会真实到让人发抖？还没等他喘过气，刺耳的警笛声瞬间撕裂天空，大批警车与防暴警察疯狂涌入现场，黑洞洞的枪口和警棍全部死死对准了他的后背。喂，那边的男人把手放到脑后，立刻转过来！警察的厉声呵斥在耳边震耳欲聋。而此刻，卡布的脑海里只剩下一个疯狂的声音在蛊惑他：如果你想逃离这个噩梦，那就跳进全新的梦里吧！没有丝毫犹豫，卡布当着所有警察的面，猛地将那枚印着黑色漩涡的神秘药片拿了出来，贴在手背上，而后药片顺势掉在湖面之上。后面的警察在步步逼近，就在马上逼近的那一刻，药效彻底爆发了。轰！一架巨型客机从他头顶呼啸刺过，天旋地转，卡布的意识瞬间撕裂，无数个疯狂的面孔在虚空中重叠、咆哮、痛苦哀嚎。他的视线里，整个世界开始像水流一样疯狂旋转，形成了一个巨大的黑色漩涡。舍弃这个噩梦吧，去新世界，快跳吧！这股幻觉彻底抽干了他的理智。卡布眼球暴突，发出了一声极度癫狂的狂笑。他眼中原本举枪逼近的警察，脸上竟然迸发出璀璨的光芒，变成了一副极其荒诞滑稽的笑脸。快看，这还是梦吧！卡布仰天长啸，把手死死扣在脑后。他以为这只是一场离奇的幻觉，可下一秒，黑洞洞的枪口拉响了击锤，子弹瞬间穿透了他的头颅。没有梦醒，没有解脱，卡布的意识在剧痛中被猛地甩进了一个无边无际的泡泡世界。在这个光怪陆离的空间里，刚才发生的一切，他开枪杀人，被警察包围，爆头倒地，都变成了一个个漂浮的泡沫，在他眼前无休止的重演。就在这时，那些漂浮在虚空中的脑组织与身体器官突然剧烈抽搐，神经元在颤抖，肾上腺素在疯狂飙升，紧接着又是无数的科研和各种抢救的画面交织在一起。咔嚓一声，这个幻觉和泡沫构成的世界像玻璃一样瞬间碎裂。听得见吗？能听到我的声音吗？你知道自己在哪儿吗？一个穿着白大褂的医生正在不停地询问着你。正在卫生局接受戒毒治疗，卡布猛地瞪大眼睛，他惊恐地发现自己竟然被死死固定在了一台极其庞大的高科技装置上，身上插满了密密麻麻的管线，根本没有什么枪击，没有什么杀人，甚至没有那个在街头疯狂逃窜的自己。所有的杀戮，所有的恐惧，所有的生死抉择，竟然全都是他在接受戒毒治疗时大脑产生的极限幻觉。就在这一刻，监测台前的助手失声尖叫，一切的屏幕上，卡布的大脑数据瞬间一片血红，他的神经元开始爆发式增长。医生们彻底慌了神，疯狂地敲击着控制台，将整整一排镇静药剂猛地推入了机器。
即使注射了剧毒级别的强力镇静剂，卡布大脑的异变依然根本压制不住。他们像吸血鬼一样疯抢能量，增长速度堪比胚胎，血液供给瞬间断崖式下跌，细胞开始成片枯竭死亡。这群神经元是想带着他一起自杀吗？等等，那是什么？他的大脑中心有什么东西在聚集？屏幕上，无数神经元突然朝着第三脑室疯狂蜂拥，他们在脑海深处相互缠绕、吞噬、重组，竟硬生生凝结成了一枚全新的神经核。主治医生死死盯着监控屏幕，额头冷汗疯狂爆流。第三脑室，那是大脑半球的最深处，通往天国之门被打开了。话音未落，卡布的意识如同超新星爆炸般轰然破裂，他整个人化作一道无形的光束，带着无数哀嚎与窥探的眼眸，彻底挣脱了这台高科技肉体牢笼。他穿过虚无，穿过泡泡组成的维度壁垒，直冲向无边无际的意识高空。当他再次睁开双眼，冰冷刺骨的寒风呼啸而过，他竟然光着脚伫立在冰雪覆盖的万丈绝壁之巅，整座巍峨的大地就在他脚下延展。哟，小哥，欢迎回来！悬崖边，一个戴着军帽、满脸横肉的大叔正咧着嘴，对着他发出神经质般的怪笑。缓过神的卡布猛地从冰冷刺骨的河水里窜了出来。岸边，那个流浪汉正抱着肚子笑得前仰后合。没有实验室，没有高科技医疗舱，没有那些发疯的医生，这里只是郊外一条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河流。那个大叔一边拍着身上的泥土，一边伸手将他拉起，嬉皮笑脸地调侃道：“小哥，你这玩笑开得有点过火了呀！”卡布死死盯着眼前的男人，眼珠暴突，冷汗与河水混在一起疯狂下淌。书接前文，闲言少叙，浑身湿透的卡布踉跄着从树林里扑倒在地，他双手扶着树干，大口喘着粗气，脑子一片混沌。我刚才居然在湖里游泳。就在这时，一旁的流浪汉露出诡异的笑容，伸手指向湖对岸。没错，你绕着湖走了半圈，然后朝我挥帽子打招呼，紧接着直接跳进了湖里，像条狗一样一路游到了对岸。卡布满脸不可置信，我只想买普通的精神药，要是买到这种违禁品，我整个人生就全毁了。可流浪汉却露出一脸阴毒的奸笑，完全不以为意。小哥，这玩意儿和你的相性可好得很呢，你自己刚才不还管它叫极端天堂吗？卡布冷汗直冒，极力否认。那只是我的幻觉，这药根本不是我要的东西。流浪汉哈哈大笑，随手收下大把钞票，眼神里透着一股看透人性的嘲弄。行啊，收了钱你说什么都行，但实话告诉你，这药本身没那么神奇，它不过是打开了你大脑的开关，你所看到的幻象全都是你自己脑子里原本就存在的私货。疯狂本身就是一种疾病，卡布才意识到自己似乎得了精神类疾病。不过今朝有酒今朝醉，面对流浪汉的邀约，卡布还是买下一片继续品尝。交易结束后，浑身湿漉漉的他现在只有念头回家洗澡，洗个热乎乎的澡。可刚走出2步，卡布重重瘫倒在泥地里，流浪汉幽灵般的声音在背后贴耳炸开：害怕了？你心里有个巨大的空洞，人们沉迷梦境就是为了填满它。不过你的洞是病入膏肓的洞，药只是让你看见洞，而把洞挖出来的是你自己的大脑。毒贩的声音忽远忽近，卡布思维再度错乱，恍惚间竟听到所谓的洞是时空的虫洞，我就在附近的桥上，想好了随时来找我。桥，听到这个词，卡布瞳孔骤缩成针尖，因为在他过往的噩梦里，每一次看到这个毒贩全都是在桥上。还没等他理清思绪，眼前的森林如镜面般轰然炸裂，耳边炸开同伴小美焦急的尖叫：卡布，你怎么了？可下一秒，小美的声音迅速远去，取而代之的是冰冷刺耳的急救仪器报名：快注射解毒剂、氧气罩！卡布的意识被瞬间甩进无底深渊，无数记忆气泡在虚空中炸开，哭喊的婴儿，裸露的大脑，冷漠的医师，梦境与现实彻底绞杀在一起。毒贩那张扭曲的笑脸在巨型气泡中轰然炸裂，给出终极宣判：这里就是天国。可站在他眼前的小美却满是疑惑。啪！一记响亮的耳光将他打回现实。小美满脸怒容：你跑泥地里滚了一圈吗？脸上火辣辣的刺痛，小美的怒吼：这一切真实无比，不是梦，这次是真的。回到家，卡布将浴室花洒开到最大，任由冰水疯狂砸向面门。隔壁厨房传来小美的碎碎念和煮面声，水声与煮面声交织，让卡布的精神难得放松。可下一秒，画面诡异闪烁重组。
噪音戛然而止，卡布竟已坐在餐桌前，面前摆着热气腾腾的意面。小美笑嘻嘻地喂了他一口：“快吃啊，再不吃冷了。”这意面真好吃，没想到你厨艺这么好，这还是你第一次做饭给我吃呢。可这些都是你自己做的呀！这句话如同一把利刃，瞬间刺穿了卡布的脊梁骨。第一次做饭给你吃，那刚才自己在浴室洗澡时，隔壁厨房传来的煮面声，到底是他妈谁发出来的？瞬间，盘里的意面开始像寄生虫般疯狂蠕动，墙上的布谷鸟中发出尖锐刺耳的怪叫。卡布彻底疯了，猛地掀翻餐桌，意面化作铺天盖地的怪异触手，直冲面门。现实再次撕裂，伴随着电闪雷鸣，水管瞬间爆裂，刺骨的冷水喷满全屋。卡布瘫倒在水洼里大口喘气，小美吓得惊魂未定，看到面条在跳舞，你就突然拿头往水槽里死命扎。卡布浑身哆嗦，根本分不清刚才疯狂舞动的意面到底是幻觉还是客观现实。小美提议让他去沙发上躺一会儿，可此时的卡布脑海里只有小美那句诡异的话，两个人都看到了完全相同的幻觉，合着我这药还能有集体催眠效果。正当卡布苦思冥想之际，小美突然转过头问卡布：“你说你之前带冥想器的时候吐过对吧？你只试了一次吗？”“是啊，怎么了？”小美径直走过去，打开了电视，而这时电视里正播放一档特别栏目，画面上老人曾是大学物理学教授、卫生局大脑研究员，现如今冥想中心的创始人。他说：“我们所感知到的现实全部来自大脑的构想。”电视里的专家试图反驳，质疑这是荒谬的伪科学，但教授不紧不慢，高高举起手中的不锈钢汤勺，继续说：“意识是信息的枢纽，我们只需要通过某种手段干扰粒子的量子过程，就能彻底扭转现实，就像这样。”下一秒，电视里的专家彻底傻眼，原本坚硬的不锈钢汤勺在无任何外力的情况下，像橡皮泥一样凭空弯曲变形。电视前的卡布和小美瞬间脊背发凉。如果现实真的只是大脑构想的产物，如果量子过程可以被意识干扰，那刚才那盘疯狂蠕动的意大利面到底只是幻觉，还是被某种力量改变了现实？电视机里的座谈还在继续，这一切都取决于想象的力量。意识和物质就像两面相对的镜子，而大脑就是宇宙的模型。专家还在长篇大论，小美却再也听不下去，一把抓起遥控器关掉画面，转头看向卡布。这个节目播出后，冥想中心天天人满为患，可绝大多数人只是白白送钱，真正拥有这种超能力的人根本没几个。说到这，小美眼神骤然变得犀利，死死盯住卡布。但是你不一样，我之前就说过，你身上散发着某种极其奇妙的气息。卡布被看得鸡皮疙瘩都起来了。小美见状也懒得解释什么的，乖乖在这里等我，我回去拿仪器过来给你测测。空荡荡的客厅只剩卡布一人靠在沙发上，屋内寂静无声，只有墙上老旧的布谷鸟钟在滴答滴答作响。卡布揉着发昏的太阳穴，脑海里不断回荡着电视里的话：想象的力量，超能力，大脑是宇宙的模型。滴答滴答，钟表声骤然变得无比刺耳，诡异的变故骤然发生。卡布眼前的空间开始剧烈扭曲，神经元、面条、弯曲的勺子、布谷鸟钟，无数零碎意象在空中交织重叠，最终如风暴般在他脑海里疯狂坍缩。咔嗒，墙上的布谷鸟钟突然弹出木头小鸟，发出一声清脆鸣叫。讨厌！突然间这是怎么了？走廊传来小美的抱怨声。卡布猛地睁眼，大口喘息，眼神空洞又绝望。他无从分辨，方才是无聊打的瞌睡，还是自己的大脑在那一秒触碰到了某种不可名状的维度。卡布还未从震撼中缓过神，抬脚便往小美的方向走去，但是厨房窸窸窣窣的声音就让他非常好奇，小美在搞什么。他看到眼前这一幕，人都呆住了。另一个卡布被如同鲜活的寄生虫的面条死死缠绕在他整个面部。看到这样的场景，卡布立马冲上前，把被困住的卡布2号很猛的一推，将他按进了水槽，随后抓着他的手拧开水龙头。画面再一次来到屋外雷电交加的场景，此刻的卡布双手颤抖着盯着自己的掌心，这根本不是幻觉，是现实。他的意识真的干预了客观世界。还没等他理清思绪，雨幕深处缓缓走出2个卫生官，其中一人缓缓抬臂，装置亮起冰冷光芒，
对准卡布完成扫描识别，系统屏幕瞬间弹出卡布的档案。不等卡布反抗，黑衣人冰冷的枪口已然死死抵住他的额头，扣动扳机，枪火撕裂雨夜。下一秒，画面骤然切换，密密麻麻的医疗监测屏幕上，心电图化作一条死寂的直线，尖锐的警报声刺耳响起。几名白大褂研究员死死盯着监测仪器，语气冷静的近乎残酷。他的脑干还在勉强维持生命活动，目前神经生长已被成功抑制。第三脑室内，新生神经元已经完成进化了，刚才大脑的自我保护机制被触发了，将过往的记忆全部回溯了一遍。为了防止一瞬间的过载，医生们继续将剂量加大。随着试剂缓缓注入体内，原本沉寂的意识世界瞬间掀起滔天巨浪。监测人员突然惊呼：有反应了！脑间区域开始活跃。刹那间，无数定格的记忆碎片如泡泡般在虚空中剧烈炸裂。黑洞洞的枪口，枪响的瞬间，被按进水槽的自己，不断弹出的机械鸟，所有生死危机竟然全是他大脑潜意识中演练的幻象。而沙发上的卡布猛地睁开双眼，大口喘息。没有枪杀，没有暴雨，没有卫生官的追杀，他依旧安然坐在自家沙发上。可死神般的恐惧再度扼住他的喉咙，可暴雨声、枪声、小美失控的尖叫声依旧在脑海中反复回荡。他痛苦地抱住头部，彻底陷入混乱。如果方才的一切都是假的，那此刻眼前的世界难道就是真的吗？他跌跌撞撞冲向厨房，想要确认小美的安全，可推开房门，厨房空空如也，只剩冰冷的餐桌与整洁的水槽。卡布死死地将头撞向墙壁，企图让自己清醒点。与此同时，小美也回来了，她埋怨着卡布没有好好听话。我都说了等我回来，你不要乱动啊。到了这个时候，卡布才把整件事的来龙去脉讲给了小美听。照你这么说，这种新型药物的副作用就是让你失忆、做怪梦，所以你才会看到奇怪的意大利面。但卡布抱着头缩在沙发角落，坦言曾经有个人和我一样坚信这个世界只是一场梦，真正的自我还在沉睡。为了彻底醒过来，他直接从螺旋塔上一跃而下。卡布瞳孔剧烈震颤，如果那些都是梦，那现在这一刻是不是也是梦？反正自己都分不清楚，也没什么奇怪的。而小美则死死盯住他，一字一句撕碎他最后的理智。不，这一切都是梦，而我不过是你大脑幻想出来的人偶罢了。现实就是虚幻。卡布死死看着面前这个女人，脑子里飞速旋转着。下一秒，女人却噗嗤一声大笑出声：“你还真信了，卡布，你真是彻底犯迷糊了，跟那些沉迷冥想器的人一模一样。”看着自己被戏弄的情绪，卡布恨不得躲在地缝里去。看着卡布濒临崩溃的模样，小美渐渐收敛了笑意。想弄清真相，那就去卫生局检查大脑；不愿意的话，就带上我带来的设备去探索你自己的大脑。丑话说在前头，第一次别抱太大希望，先慢慢习惯。女人戴上同款头盔，缓缓贴近他的耳畔，声音轻柔又蛊惑：“放松，挺直背。刚开始我会配合你，你只需要放松，明白了吗？”两个头盔通过缆线紧紧相连。女人手指重重按下控制器，随着设备收紧，额头传来强烈的压迫感。刹那间，一股恐怖的潜意识冲击波席卷整间屋子，原本固态的现实空间如同画布般被狂暴撕裂、扭曲、抽离。两人的意识瞬间坠入无底深渊，无数怪诞扭曲的面孔在虚空中尖叫、疯癫、崩塌。这绝非普通的沉睡，而是灵魂剥离肉体的极致奇异体感。卡布瘫软在沙发上，眼神渐渐涣散，忍不住发出轻松的叹息。很不错啊，这种沉醉感。他终于懂得女人为何会对这种体验如此执念，感受着这台设备带来的精神冲击，远比静脉注射烈性的葡萄糖还要凶猛100倍。周遭时空如水槽般剧烈扭曲，过往的记忆、陌生的人影、荒诞的怪象，化作螺旋状的思维长河，在意识空间里疯狂翻涌、冲撞。就在二人彻底沉沦的瞬间，女人急忙提醒卡布：“快起来，把姿势摆正。”卡布恍惚调整身形，竭力在虚幻汪洋中抓住一丝残存的理智。周遭磁场疯狂变换，直击感官，不断催生令人窒息的幻觉。古老的神殿，异形虚影，诡异复合图腾，无数荒诞影像在脑海中交织碰撞。这不是单纯的幻觉，是极致癫狂的意识共振，是错乱感官的极致狂欢。测验模式完全开启，冥想器以惊人的速度校准着二人的神经灵敏度。骤然间，两道由密集神经元聚合而成的脑内小宇宙，在二人的意识交汇处凭空显现。看见了吗？这就是我们体内的神经元活动模式，是设备在自动微调，将二人的神经元彻底同步。
换句话说，我现在脑子里的每一个念头都会直接侵入你的大脑。正常情况下，只有极度熟悉、彼此信任的两个人才能实现意识相融，共享思维容器。女人本以为新手状态的卡布会恐慌、抗拒，可眼前的一幕彻底颠覆了她的认知。没想到卡布的神经元毫无畏惧，甚至带着惊人的攻击性，非但没有被吞噬，反而反客为主，疯狂向女人的意识深处扩张、侵蚀。神经元融合度暴涨，设备负荷瞬间飙升至极限，万花筒般的重影在虚空中狂暴炸裂，无数扭曲面孔重叠、尖叫、崩塌。就在融合即将彻底失控的千钧一发之际，咔嗒一声轻响骤然传来，下一秒，房间内的半空中出现了一团只存在于脑内意识中的神经元小宇宙，已然打破虚实界限，凭空悬浮在房间中央，流转着幽幽诡异的光芒。卡布死死盯着眼前诡异的异象，后背瞬间被冷汗浸透。小美说，如果现在就停滞不前，那么以后都很难探究大脑深处。卡布的身体开始不受控制的剧烈发抖，这并非源于恐惧，而是从骨髓深处翻涌而出，近乎癫狂的极致狂喜，是意识突破桎梏的本能躁动。这就是串联模式最致命、最危险的地方。两个人的情绪、感知、执念彻底合二为一，如同滚雪球般层层叠加，越滚越大。剧烈的磁闪光效应彻底爆发，神经元对紊乱涡流产生过度应激反应，所有意识冲击尽数反向作用在了感知之上，极致的畅快，不适的反胃感，沉重的压抑，无数极端相悖的情绪疯狂交织、冲撞、绞杀，撕扯着两人的每一寸神经。由于卡布之前服用过彼得潘，加上这个装置所触发的神经元是同一个位置，导致卡布不停地想吐。想要在冥想器的极致轰炸下保住神智，唯一的办法就是死死咬住牙关，稳住腹式呼吸，硬生生扛过这波毁神灭魄的冲击。下一秒，高速旋转的意识漩涡骤然坍塌崩碎，周遭的一切彻底改天换地，沙发、餐桌、墙壁、地板，所有固定的固态物体都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拆分、重构、撕裂、重生，世界陷入无休止的错乱迭代。小美用仅存的力气说：“我们进入第二层了，大脑所有常规的信息处理机制被强行关停。”此刻的他们如同刚刚降临世间的出生婴儿，没有记忆，没有认知，没有判断。世人之所以记不起婴儿时期的景象，是因为记忆需要大脑处理、归档、固化才能形成。而此刻呈现在他们眼前的是物质剥离所有伪装后最原始、最本质的模样。这里是量子震荡的世界，一片无限湮灭、无限重生、循环往复的能量之海。你眼前的一切全都是错觉。我们毕生所见的现实，不过是无数细碎错觉堆叠而成的最大公约数，是大脑欺骗自我的既定规则。只要大脑停止运算，停止欺骗，整个世界瞬间就会沦为深不可测的未知迷局。女人的声音在意识空间里回荡，带着洞悉一切的冷漠。别慌，人类的大脑早已习惯了这种自欺欺人的规则。话音刚落，耀眼的磁闪光效应骤然爆发，这不是幻象，这是意识突破桎梏，向下一阶段狂飙的信号。你以为我们已经沉得很深了？错，这仅仅是最表层的虚妄世界。留在这里，你永远见不到真正的真相，看不到所谓的海浪，只有继续下潜，往更深、更暗、更接近本源的地方潜。卡布绷紧神经，睁大双眼，死死盯住眼前闪烁摇曳的细碎光粒。1米、10米、100米，周遭的空间、声响、物质、维度开始剧烈收缩，所有一切都被无限拉扯、坍缩。最终汇聚成一枚极致渺小、漆黑深邃的字典。轰然一声巨响，意识冲破壁垒，成功潜入第3层。倒地碎裂的饮料罐，神情冷漠的路人，无人过问的孤独身影，童年记忆深处最刺骨、最窒息的绝望，被强行剥离潜意识，赤裸裸地暴露出来。卡布，快点，别玩了，跟着我走。女人的声音急切响起，妈妈，这是自己妈妈的声音。不，这不是。极致的嘶吼冲破喉咙，积压多年的执念与痛苦轰然爆发，真相在这一刻赤裸裸刺穿灵魂，冰冷又残酷。原来她从降生之初，她就像一株没有根系的浮萍，从未有过真正的归宿。这个女人只是父亲新结交的女朋友罢了，而幻境中的一切，小美都作为旁观者静静看着。
坚持住，卡布，我们已经抵达第3层了。虽然肉体极度的狼狈，但为了遮掩难堪，卡布强行地说这是小时候自己做的噩梦罢了。但不管卡布如何抗拒，强烈的童年阴影依旧把他拉回去重温。长椅上的小卡布看到妈妈在手上贴了一片葡萄糖，小卡布问：“我们要去哪里？”妈妈说：“去天堂，我们一起去往天堂。”在无边无际的虚幻空间中，无数人影疯狂狂欢、嘶吼、绝叫，前赴后继地朝着高空那片虚妄的光亮涌去。人人都在追逐所谓的极乐终点，无数荒诞幻象混杂其中，就连奥特曼的虚影也在高声呐喊着奔赴天堂。天堂究竟是什么？小卡布喃喃发问，满心茫然。是光明之地，是奇迹之地，是希望之地。只要抵达那里，就能挣脱所有痛苦，享受永恒极乐。所有人都在癫狂冲刺，沉溺在这场自我救赎的幻梦里。原来小卡布你不想去啊，你不去就留在这里好了。弹幕的话音落下的瞬间，整片癫狂的狂欢幻象骤然消散，紧接着是尖锐刺耳的救护车警报声。原来如此，他的心脏骤停是药物过量导致。卡布猛地睁开双眼，没有狂热的人群，没有绚烂的能量之海，只有一间昏暗压抑的房间和2个身形挺拔男人。你醒了，我们是卫生局的人，你可以理解为我们是医院与警察局的综合体，负责干预、救助药物成瘾的病人。卡布脑海一片混乱，还没缓过来的他依旧念叨着：“妈妈呢？我的妈妈呢？”眼镜男微微一顿：“你妈妈去天堂了。”话音落下，一道细微的裂痕缓缓蔓延、绽开，眼镜男的整张脸庞如同碎裂的镜面，轰然崩裂、消散。我们在哪？我们现在到底到第几层了？此刻的2人汗水从每一个毛孔疯狂渗出。小美提议道：“休息一下吧，以现在的精神状态来说，继续下去没有任何提升。你是第一次接入串联模式，能撑到现在已经是侥幸。打破桎梏需要漫长的沉淀，但在感受到了极致的满足后，卡布就不甘心仅限于此。况且这种考验并不是他一个人在承受，而是连同着小美也会。不，我要继续，我必须看看前路到底藏着什么。”在癫狂幻象的中心，那个戴着眼镜的中年医生又来了。对，没错，他去了天堂。走，我带你去见你妈妈。房门被缓缓推开，病房中央静静躺着一张冰冷的病床。眼镜男没有丝毫迟疑，伸手一把掀开病床上的白布，是一具面色铁青、早已冰冷僵硬的尸体。天堂什么的，我才不要去！小卡布拼命摇晃着女人冰冷的尸体，一声声哭喊着：“妈妈，快醒醒！”小卡布又问：“为什么妈妈这么冰，这么冷？”他们解释，必须用干冰冻住，不然尸体很快就会腐烂。妈妈的样子看起来就像只是睡着了一样。就在这一瞬间，脑电波监测仪上的曲线疯狂飙升，原本陷入绝望的男子猛然睁开双眼，瞬间突破了第4层，破局了。死寂的瓶颈被一口气撕裂，狂暴的念动力让桌上的杂物全部凭空悬浮。旁边的小美被这股恐怖的能量波动吓得冷汗直流，惊恐的连声惊呼。虚空中，卡布俯瞰着这间小小的房间，记忆像被撕碎的画卷，在无数水滴般的泡影里闪烁倒放。那是医院的尸床，是干冰升起的冷气，是那个抚摸着母亲遗体、是眼神空洞的小孩。绝望与痛苦在这一刻化作了无边无际的雪山与宁静，他的灵魂彻底脱离了肉体，飘向了群山之巅，翱翔在茫茫天地之间。可这份超越凡人的力量换来的不是救赎，而是万劫不复的崩塌。随着小美发出爆鸣的尖叫声，卡布整个人像被抽空了所有力气，轰然倒地，彻底失去了意识。旁边幸存的小美颤抖着伸出手去摸卡布的脖子，好在还有脉搏，但此刻的链接装置还在，她能看到卡布的大脑细胞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死亡。如果再这样下去，用不了多久他就会成为植物人。怎么办？叫救护车吗？不行，太慢了。小美彻底慌了神，冷汗一颗颗往外冒。联系冥想中心，通知卫生局，还是找冥想器的制造商？不，他们根本不会负责，没时间了，根本没有时间了呀！小美的眼泪瞬间夺眶而出，声音抖得像是在打寒颤。下一秒，眼神里的恐惧瞬间化作决绝。既然罪孽因她而起，那就必须由她来终结。
紧接着，他猛地伸手，狠狠按在了卡布的手腕上，那是一个名为爱丽丝的葡萄糖。随后，仪器的波形有了反应，小美立马用自己的意识去吞噬卡布，但卡布仍有很强烈的抵抗情绪。没办法，小美只能孤注一掷地侵入到意识内。这一刻，崩塌的房间瞬间被无限蔓延的浩瀚雪山与星空撕裂，无数悬浮杂物全部被卷入了这场意识大爆炸的漩涡中心。小卡布缓缓睁开眼，发现自己竟然倒在一个极其熟悉的房间里，桌上散落着空啤酒罐，电视机里正播放着皑皑雪山。小卡布用稚嫩的声音轻轻喊着：“妈妈，妈妈！”这是卡布的记忆。小美站起来，跟随着去到厨房，只见一个年轻卡布正站在灶台前，熟练地翻炒着平底锅里的面条。卡布，你在干什么？听到声音，卡布回过头，面无表情地回答：“做菜，在做意大利面呢。”小美的瞳孔骤然收缩，眼前这幕场景是卡布脑海深处重演的过往，是卡布最底层、最核心的记忆片段。记忆里的卡布正在为幼年的自己做饭，他把火腿、洋葱切成丁，和青椒、蘑菇一起下锅炒，这样炒出来的，尤其是小孩特别喜欢。卡布转过身，温柔地看着那个站在门边的小卡布：“肚子饿了吗？马上就好。对不起啊，妈妈总是做同样的菜给你吃，因为妈妈只学会了这个。”那是卡布自己，也是卡布的妈妈。因为是在母亲过世后，卡布总是独自扮演着妈妈角色，照顾自己。话音未落，门外突然传来一声清脆的开门声。小美此刻又幻化为卡布妈妈的形象，喊了一句：“我回来了。”但看到小卡布有模有样的学着做面，小美连忙冲过去，但一切都晚了。滚烫的大锅哪里是一个小孩能端得起？锅里的面唰的一下全倒在了地上，一时间小美幻化为了泡沫。突然，画面像镜子一样轰然碎裂，卡布的意识化作无数飞溅的水泡和蒸汽，里面全都是卡布童年的记忆。二人又来到了那次在公园的情景，意识在这一刻相互交错。卡布猛地扑上前，小美死死抱住了那个即将消散的身影。等一下，卡布，待在沙发上，绝对不要动。小美看到厨房意大利面的这一刻，又看了看坐在沙发上的卡布，她呆立到了原地，一时之间不知道说什么好。而沙发上，卡布正迷迷糊糊地打着哈欠，伸着懒腰。好饿，意面好像还剩了一点，要不要重新炒来吃？你想吃的话，我连你那份一起炒了，吃吗？好啊，小美看着眼前熟练下厨的卡布，脑海里只有一个念头：是梦。这一切难道只是个梦？而卡布站在灶台前，看着锅里滚烫的热水，眼神突然变得有些空洞。说起来，我刚刚做了一个奇怪的梦。卡布失魂落魄地回忆着童年，母亲教他如何煮意面，照顾自己，可每次都是弄得一塌糊涂。话音未落，他眼前的盘子突然炸开，漫天的意面和沙拉如同瀑布般砸落。小美被这诡异的场景吓得目瞪口呆，伸手想要触碰卡布，可卡布却像疯了一样抱头暴怒嘶喊：“别碰我！”下一秒，所有悬浮的东西轰然坠落，摔得稀碎。而刚刚还在失控狂暴的卡布，竟然毫无征兆地平静了下来。他双眼空洞，机械地走到水龙头前，拧开水阀，喃喃自语：“奇怪，我在干嘛？对了，我要洗碗。”看着那汩汩流下的水流，小美彻底清醒了。他们被囚禁在了冥想器制造的噩梦里，这里是卡布的梦。小美声嘶力竭地想要喊醒卡布，但卡布的意识早已陷入疯狂。他青筋暴起，歇斯底里地反驳：“这不是梦，这只是闪回，这是幻觉！闭嘴！我现在不想看到你！”伴随着卡布的暴怒，水槽深处开始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咕噜声，随后无数条意面如同活生生的触手般疯狂缠绕成一个深不见底的恐怖漩涡。从那黑洞般的漩涡深处隐隐传来万千幽魂的哀嚎，那是通往死亡的天堂。卡布双眼放光，大喊道：“这是天堂，是天堂啊！”他像受到了某种邪恶的召唤，毫不犹豫地张开双臂，直挺挺地朝着那密密麻麻的触手漩涡扑了过去。意面触手瞬间将卡布死死缠绕，疯狂地吞噬着他的躯体。小美绝望地伸手想要拉住他，却只能眼睁睁看着卡布被拖入那个由异形触手构建的诡异深渊。卡布，这是梦，你看到的都是你自己的幻想，算我求你了，快醒过来啊！但声嘶力竭的呼喊根本穿透不了潜意识的壁垒。下一秒，周围的厨房空间轰然瓦解。小美视线一沉，双手拥抱着一大群泡沫。林子静得可怕，这地方是那天的公园。她在树干上发现留着一道清晰又诡异的血黑色手印，这是卡布的痕迹。你这是在求我跟你一块去吗？这就是你一直向往的天堂吗？小美伸出手，缓缓贴上了那个印记。
记忆的洪流瞬间炸裂，画面来到小卡布触摸着早已逝去母亲脸颊的场景，随后整个意识空间正在如遭重创般剧烈震颤，肉体与精神都在被不可逆的腐蚀融化。不对，小美在意识的风暴里疯狂咆哮，这只是错觉，你明明已经学会自己做意面了，快醒过来。然而现实与梦境的绞杀早已失控，在虚无的天空之上，一颗巨大的巨型细胞状核心爆发出刺眼的光芒，而下方的意面触手化作吞天噬地的狂暴龙卷，直奔小美扑面而来。病床上的妈妈缓缓睁开眼，目光轻柔地落在身旁的孩子身上，孩子摇了摇头，我会自己做意面了，有人教过我了，下次换我做给妈妈吃，那么晚安。眼泪从孩子的眼角滑落，坠入深不见底的漆黑深渊。下一秒，冰水猛地顶头泼下，小美疯狂地按下卡布的头，强行将他从潜意识的万丈深渊里死死拽回了现实。水槽深处的排水口仿佛化作了一扇吞噬灵魂的黑洞，周围的虚空瞬间坍缩成无数个密密麻麻的泡泡，每一个泡泡里都折射着不同的时空片段，走动的钟，沉睡的肉体，狂欢的人群，无数狂热的声音在虚空中交织欢呼。感谢大家鼎力相助，干得好！我好久没见到这样的奇迹了。这个场景是酒馆抢救自己的场景。记住，不要执着于任何事。这句话是酒保说给自己听的。画面骤然拉开，宏大的雪山与星空在脚下蔓延，二人的躯体融合在一起，浮在宇宙边缘。大脑不过是宇宙的微缩模型。世界就像一片能量的海洋，我们所经历的现实仅仅是浮于表面的海浪，而通过冥想潜入海底，探寻存在的源头，人类将拥有全新的视野。高悬的虚像发出如雷贯耳的狂吼，将瘫倒在地的两个人彻底震慑。两人带着诡异的装置，满头大汗地趴在地上，眼里的恐惧与震惊几乎要溢出屏幕。那张巨大无比的智者面孔居高临下，像审判神明一样死死盯着他们。缓过神的二人才意识到，眼前这震撼一幕并非神迹，而是冥想器装置达到极限时自动播放的引导影像。老者的声音带着诱惑，如果你想进一步提升等级，来到冥想中心来，同为踏上进化之路的伙伴，我们在冥想中心等你。意识深处，一双巨大的眼睛在虚空中缓缓睁开，死死盯着整个城市。他在问你是谁。就在这一瞬间，研究所的监控仪表瞬间狂飙，心跳、呼吸、血压急剧下降。实验体冥想已经持续了整整10分钟，他的感官路径被彻底阻断。研究人员紧盯着监测屏幕，语气里充满不可思议。他即将迈入那个传说中的光之国，可还没等所有人松一口气，异常突然爆发，脑波同步瞬间紊乱，装置由于运算过载，设备直接死机，安全阀被瞬间激活。这根本不是普通的冥想，而是他奋力地在意识的海洋里寻找着什么。下一秒，疯狂的波长席卷了整片精神空间，无数的意识在混沌中挣扎呼喊。就在这股意识风暴的最深处，两双眼睛在虚空中轰然相遇。现实世界里，少年猛地睁开双眼，眼神里充满了震惊与迷茫，而这个少年就是我们的主角卡布。你在发什么呆啊？思绪一下被小美打断。卡布说墙上那双眼睛一直在死死盯着自己。小美噗嗤一笑，调侃他想多了，说那不过是所谓的佛眼，某种象征性的符号罢了，于是催促他赶紧离开。小美边走边解释道，这片区域其实就是个借着冥想名义让大家在虚拟乐园里纵情享乐的游乐厅，在这里摆满了各种各样的冥想器，有人在里面满足欲望，有人在里面痛哭忏悔，甚至还有人为了长期沉迷而准备了纸尿裤。而这栋建筑的真正核心就在最顶层，用个准确的形容就是，下面只是独立的包间，这上面就是公共浴室，也就是我们之前使用过的联机模式。与之不同的是，这个联机模式更加强大，是能将所有参与者的内心世界完美映射，并创造出联合幻觉的区域。第一次来这里的卡布必须先在前台校准大脑特性，并制作属于自己的 ID 芯片。老玩家的小美便直接走了进去，只留下卡布一个人办理流程。当卡布被机器强制校准的瞬间，整个大脑仿佛被撕成两半，他的意识在虚无中急速扭曲，巨大的面孔在虚空中重组。光是校对成功的欢迎语录就已经让卡布浑身大汗淋漓，眼中流下不知名的泪水。再一看，他整个人都已经陷入一种难以言喻的亢奋与狂喜中。缓了一小会儿的他终于步入到了大厅内，他发现这里的人不需要带任何冥想设备就能沉浸在极其深层的精神体验中。这时，一位名叫麦吉的男子主动找卡布搭讪，哟，小伙子，第一次来这里是吧？
我可是来到这里2年多了。他解释着，这些人之所以没用装置就能达到这种状态，是因为在装置内触碰到了神，只要能触及到，就能彻底净化灵魂的狂喜。但这也只是自己听说到的传言。这时，麦吉的2个朋友也走了过来，大喊着：“我这朋友知道活神降临的准确日子，就是在今天。他预言的非常准，众人都没放心上，都当是个玩笑话。可这个所谓的预言者死死盯着卡布，并且一眼就看出卡布是第一次来，甚至当场戳穿卡布的心事，说他是个瘾君子，来这里做康复的吧。”没等卡布有所回答，大厅里的显示屏突然亮起，显示出有多余座位，不多不少刚好4个。随后一众人争先恐后的朝冥想室冲去，生怕错过了与活神感应的契机。麦吉一边领着卡布往前走，一边说：“这个地方名字是毫无意义的，大家用的都是灵感降临时产生的昵称。当冥想越来越深入，你就会发现名字不过是个代码，只有时机到了，真实的自我才会脱口而出。所以麦吉只是我的称呼，而你呢？”卡布顿了一下，脱口而出说：“你管我叫海文吧。”而麦吉一听这名字就知道是什么意思 ，Heaven 天堂的意思是吧？真够直截了当的。然后麦吉将卡布带到一台庞大的冥想器前，告诉他只要插上 ID 卡，戴好头盔，系统就会带他进入到虚幻世界内。说完留下一句“祝你旅途愉快”，便转身消失在通道尽头。随着卡布坐上座椅，戴上头盔，将手中的 ID 卡缓缓推入槽内，咔嗒一声，座椅猛然顺着轨道疾驰而出，将他带入了一个宏伟无比的巨大穹顶之中。环形的大厅里，无数使用者整齐地坐在座椅上，围成了一个巨大的圆圈。而大厅中央的半空中赫然悬浮着一个由无数肉球与触手纠缠组合而成的巨大意识投影。系统冰冷的提示音在耳边响起，要求卡布进行同步。卡布按照指示握住右侧扶手的调节器，顺着系统的引导完成绑定。可接下来的同步过程并不轻松，脑海中疯狂跳动的数据和不稳定的脉动让卡布的心跳瞬间失控。系统察觉到了他的呼吸紊乱，冷酷地指示他进行腹式深呼吸。这不是什么娱乐游戏，而是深层的精神冥想。卡布强迫自己静下心来，调动起全部的想象力。为了配合这个诡异的机器，他必须抛弃执念，彻底舍弃自我。随着脑海中的肉球核心轰然爆裂开来，卡布的眼神逐渐变得空洞，名字、身份、过去，这一切在无尽的精神冲击面前都变得不再重要。他终于明白了那些信徒疯狂的原因，而他的意识也正被一步步拖入那个不可名状的恐怖核心之中。等他再次睁开眼，来到了自家熟悉的小公寓里，阳光透过窗户洒进来，挂钟在墙上发出滴答滴答的声响，甚至还能听到窗外清脆的鸟鸣。桌上的电视正播放着麦吉和自己告别的情景，一切都真实的不能再真实。就在这时，麦吉竟然推门走了进来，他熟络地跟卡布打着招呼，还顺手拿起了桌上的电视遥控器。麦吉解释道，虚拟世界的系统里默认显示的都是大自然风景，但这片原本全是山水画面的屏幕上却破天荒冒出了一座现代城市，这就是他特意找过来的原因。第一次潜入这种精神系统的人，记忆往往会处于混沌状态，所以不得不用较为平静的风景来让人过渡，而你第一次玩就重现自己最熟悉最安心的环境来充当进入冥想区之前的缓冲区，这说明你还是有很强的抗拒心理。随着麦吉伸手向屏幕一指，眼前的电视墙瞬间化作一片辽阔的虚拟平原，画面深处几道人影正在朝着这边大声呼唤，催促他们赶紧过去汇合。在这个由意识编织的世界里，虚幻与现实的边界早已彻底模糊。随着麦吉的引导，卡布的房间很快就被森林给占据。等到二人跨出电视屏幕的那一刻，世界彻底变了。互相客套打过招呼后，麦吉便熟练地玩起了这个世界的超能力。他顺手将手里的电视遥控器随手一摁，卡布的公寓便消失不见。随后他打了个响指，遥控器便幻化为一道耀眼的烟花，直冲云霄，在半空中轰然炸裂。同伴们对此早已习以为常，纷纷打趣这不过是想象力在作祟。在这里，只要你在脑海中植入画面，就能将虚构的心理暗示转化为真实的感知，甚至能为现实世界中的超能力开发打下基础。虚拟世界并非纯粹的乐园，这里同样潜藏着致命的陷阱。因为这种肆意挥霍的超能力极具诱惑力，很多人就止步于此，而真正参透真谛的人会在获得力量后将烦恼与执念一并抛弃，完成精神上的净化。话音未落，远方的天地骤然异变，原本宁静的花草原野瞬间化作漫天飞舞的彩色气泡与绚丽彩虹，极致的美景深处却散发着一股不寻常的气息。同伴们见状转身就跑，
好，惊呼有个名叫小沙利的魔法使会出来搞恶作剧。他凭着恐怖的精神力量，在虚拟世界里肆意挥霍，到处捣乱。为了躲避这场风暴，众人决定带卡布直接飞往中心区。可作为一个刚进来的新人，卡布根本不会飞。同伴们二话不说，几个人合力把卡布架了起来，一边大喊着想象飞的感觉，一边猛地将他抛向高空。随着风声在耳边呼啸，卡布竟然真的凭着想象力稳稳悬浮在了半空，脚下是辽阔无垠的峡谷与奔腾的瀑布，整个虚幻世界的全貌在他们眼前一览无余。麦吉打趣道，作为一个新人，能第一次见到魔法使，第一次就能飞，这运气和实力不枉嗑了这么多药，看来平时就是一个合格的飞行员，不赖嘛。飞行途中，同伴揭开了一个惊天秘密，早在冥想器刚开发出来时，就有人达到了精神进化的极限，而整个虚拟系统本质上就是以那个人的精神状态为模板编写出来的程序。那个人被这里的所有信徒奉为活神，而且每当小沙粒降临时，活神的降临概率会更大。四人急头白脸的穿过云层后，就看到瀑布与群山之间有着一个圣神的喷泉，数十名资深信徒打作围成巨环，拼尽全力凝聚着他们庞大的想象力。虽然周边有着怪异乱象，但依旧影响不了这些信徒们的信念。反倒是卡布这么一想，自己却忘记了飞行，噗嗤一下立马就要掉落下来。就算同伴都拉着，但是还非常的费力。也就在千钧一发之际，一片羽毛垫在了他的屁股上。同伴抬头一看，表情都显得阿谀奉承起来，但魔女却说着，哎呀，卡布，你来得蛮早的。也就在这时，喷泉处的老者冷冷俯视着这一切，眼神里全是杀意。他咬牙切齿吐出一句，恶魔女巫玷污了这个地方。因为小美所过之处会让整片界域产生各种各样的混乱，漫天散落的异象和欢呼声让整个虚拟世界彻底陷入狂欢。这也宣告着消失半年的魔女终于回来，众人也对其膜拜与恭维。小沙粒终于归队，她降落在岸边，享受着众人的膜拜与恭维。在忙活完欢迎会后，小美和那三个人解释道，自己和卡布才不是什么奇怪的关系，这个家伙对于我来说就像一个需要人照顾的弟弟。面对众人的打趣，卡布反倒显得格格不入，甚至当场和沙粒互怼了起来。你既然都这么牛掰了，给我凭空变出一杯冰啤酒解渴。可沙莉却反手把难题扔给了卡布，都是在这个虚幻的世界内，为什么你不自己试试看？一想也是，反正也个能锻炼自己的好机会。挂着水珠，泛着金光，泡沫丰富的大啤酒杯，卡布死死盯着自己的双手，极力在脑海中刻画细节。下一秒，奇迹真的发生了，一杯冒着冷气的啤酒凭空出现在卡布手中，旁人纷纷鼓掌欢呼，卡布更是兴奋的仰头大口猛灌。可一清空杯子，卡布的脸色瞬间变了。这东西看着再真实，喝进肚子里却完全就是空气。小美在旁边冷冷地戳破了真相，你凭空想象出来的啤酒是幻觉，你口渴的感觉是幻觉，甚至连你自己的实体都根本不存在。卡布震惊地抬起双手，看着指尖凭空化作虚无的泡沫，大脑一片空白。麦吉微笑着凑上前，抛出了那个让所有人脊背发凉终极哲学悖论：你深信你自己的存在，无论是在现实还是在这里，你的存在从头到尾都是幻觉。在虚拟的世界里，你以为你只是闭上眼幻想出了自己的小公寓，但没人注意到自己在进入的那一刻就是这里的下阶球。就在一边走一边聊着天，就走到了信徒们的地方。面对不请自来的闯入者，为首的老者眼神里全是杀意。刚才吵得闹哄哄的就算了，这一下又跑来这里霍霍，怒骂这是玷污圣地的狂徒，要将他们彻底封印净化。话音未落，浩瀚的精神念力铺天盖地袭来，数十名信徒瞬间凭空悬浮，构建出一个无法逃脱的绝对领域。宏伟的古老神庙拔地而起，地面开始剧烈震颤，几人脚下的石台竟被硬生生抽离，四周的虚空里无数漂浮的人影正冷冷俯视着这群待宰的羔羊。同伴试着发动能力，却惊恐地发现自己根本无法飞翔。老者居高临下的冷笑，在圣之结界里，任何抵抗都是徒劳。突然，脚下的巨石开始疯狂龟裂。作为魔法使的小美可不会这么束手就擒，于是狠狠挥起手中的扫帚，一道摧枯拉朽的耀眼光芒直冲天际。原本坚不可摧的圣之结界瞬间被硬生生划开一道口子，道行浅的被炸得五官扭曲，而道行深的则继续吟唱着咒语，坚信自己的结界是不可摧毁的。下一秒，这群信徒就被强行按在了凭空出现的巨大旋转木马之上，庄严的结界瞬间变成了一座荒诞离奇的狂欢游乐场。老者骑在木马上，疯了一样尖叫，可还没等他骂完，一个神秘的声音突然在木马嘴巴里响起：怨恨与嫉妒才是所有冲突的根源。
在这里本是追求悟性与解脱的地方，而不是沉迷于无聊的权力斗争。这诡异的话语不断重复着，在众人耳朵旁，使得他们信念急剧下降。而小美在空中肆意大笑，在他们道心混乱之际，大手一挥，将整个旋转木马一击炸成了漫天蘑菇云。可当浓烟散去，信徒们竟然纹丝不动，眼前的信徒们突然通体发光，盘空而坐，麦吉倒吸一口凉气。在虚拟世界里，全身发光代表即将解脱，意味着他们要彻底离开这里。难道这群家伙要集体登仙？还没等众人反应过来，所有信徒的身体竟如蒸发一般凭空消失。难道是系统出了 bug？ 就凭这些人的本事，怎么可能？正当大家疑惑不解时，下一秒整座城市轰然异变，建筑扭曲，蘑菇云四起，在混乱的废墟之中，3个身穿白衣的男人凭空显现，却不想卡布认识其中一人，这人不就是电视机上的那个小助理？麦吉说，这哪里是什么小助理，在这个世界里他就是大师级别的人物。由于出场过于张扬，他自顾自地念叨着自己不喜欢过度的关注，但为了拯救这片废荒的心灵故乡，他必须挺身而出。大师嘴角抽搐，抬手直指向拿着扫帚的莎莉，开口就是一句扫地大妈的，开始训诫小美，说着就要把她的账号给登出。但这又不是游戏，你又不是游戏管理员 GM， 哪里是你想退就能退的？同伴愤愤不平地叫嚣着，枪打出头鸟，你不信是吧？于是大师就把小美衣服的一角给撕烂。但作为老玩家的小美是知道，这个世界只是由念力构成的，就算是撕得光光的都无所谓。话是这么说，而大师之所以没有全撕光小美的衣服，那是因为要让大家看清楚小美为什么能当魔法使。嗑药加冥想装置，这把这里当瘾君子的乐园是吧？秘密被当众揭开，小美眼眶泛红，羞愤难当。这时的卡布彻底坐不住了，挺身而出，挡在小美面前。他怒视着眼前的大师，直言不管看到什么都跟药物无关，这些东西本就潜藏在人的脑子里，药物只是开关，主要还是取决于人如何运用。大师脸上挂着一抹阴阳怪气的微笑，嘲讽着这真是一套哲学瘾君子的说辞啊。话音刚落，大师张开双臂，啪的一声清脆合掌，突然开始跳起扭曲滑稽的舞蹈，甚至在空中摆出各种离奇的姿势。这突如其来的诡异画风让全场瞬间懵逼，同伴们看着这荒诞的一幕，忍不住笑出声来，以为这大师只是在哗众取宠。就在天空中的围观群众都被逗得哈哈大笑时，卡布的嘴角开始不断的流出口水，眼神变得无比空洞。旁边的同伴终于察觉到了不对劲，惊恐地喊出了他的名字。到了这个时候，有人才反应过来，大师跳的是印度的湿婆舞，难怪这周围有印度教的元素，原来是这样。他利用这种特殊的律动，强行进入到卡布的意识内。小美焦急地大声呼喊，让他快点想起这个世界的规则，尝试将意识脱离出去。可大师说着没用，一旦落入这超越语言的本质世界，现实和幻想的界限就会彻底模糊，根本不可能凭借主观意志逃脱。而大师借助这印度教里的信念，将无限放大卡布自己的恐惧，只需这样就能摧毁卡布。只听一声撕心裂肺的惨叫，卡布半边脸的皮肤开始剧烈蠕动，无数如同脓包和触手般的恶心异物疯狂喷涌而出。那不是别的，正是他深埋在潜意识最深处的意大利面，也是极端天堂带给他的幻觉。大师看着这震撼的一幕，狂笑着大喊：挤得好，把这些脓血全部挤出来，彻底净化吧。同伴绝望地朝青年大吼，让他快点放手，快点放弃，甚至哀求他赶紧将意识脱离这个危险的空间。可大师哪会给机会？此刻的他就想看看这个嘴巴满是仁义道德的瘾君子到底是怎么样的。下一秒，整片空间彻底扭曲变换，在青年充血的瞳孔深处，那尊悬浮在虚空中的身影竟然化身为了千眼千面，密密麻麻的眼眸里全都是高高在上的神明。万千狂热的信徒在底下声嘶力竭的呐喊，声浪瞬间吞没了青年的理智。我是谁？谁是海文？谁是卡布？在这一刻，现实的名字和身份彻底瓦解，青年的意识被强融入这片所谓的天堂。卡布再次一次看到那个熟悉的卫生官，他酷似千手观音杜尔加，手持各种毁灭枪械，提着断头，全副武装的巴比战神等等。这观音怎么举枪对着自己？而后枪膛的炸裂声再次回荡在他的脑海里。小美声嘶力竭地朝卡布伸出手去，只听呼啦一声异响，原本被缠得死死的卡布竟然化作一道残影，顺着这股力量直接脱离了那片令人窒息的意识海洋。全场一片死寂，围观的同伴们眼眶皲裂，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小子逃脱出来了，还是被强制登出？
卡布这边被强行拉出意识世界后，有短短的一瞬间回到了现实中，但很快他的精神体又在虚空中急速漂流着。他横跨了庞大宏伟的科技都市，又穿透了散发着古老诡异气息的巨型佛像眼眸。而在佛像后面，则是零星几个人在体验着的场景。不由分说，卡布骑着一人头上就是一顿猛锤。也就是在小美伸手的这一瞬间，旁边为虎作伥的小罗罗整张脸的皮肤开始剧烈扭曲，密密麻麻的恶心疱疹疯狂爆开，无数诡异的扭曲触手从他体内暴涌而出，反向将他死死缠绕。随后另一人的胸膛凭空出现一只手臂，将他死死的抓住，并将脑袋拉入进去。大师看到这一幕才反应过来，这些人在现实中受到了攻击，赶紧灯号出来。但没想到的是，卡布的精神体率先出击，无数异形般的泡泡从他体内暴涌破腔而出，一股无法想象的极致寒气顺着虚空铺天盖地席卷而来，把在场的所有人都带入到了冰天雪地之中。刺骨的寒意侵蚀着每一个人的精神实体，众人惊恐万状的四处逃窜，现场一片大乱。小美拼尽最后一丝力量，趴在地表狂喊，试图呼吁所有人把想象力凝聚在一起反抗。可面对这样一位比大师还厉害的人物，凡人拿什么去斗？就在大家都坚持不住的时候，一道极其恐怖的水柱犹如白色的巨龙直冲卡布而来，恐怖的冲击波化作翻涌的狂潮，瞬间将四散逃跑的众人全部吞噬。宏伟的古建筑在巨浪面前如同纸糊了一般，被连根拔起，彻底撕碎。狂暴的水汽吞没了一切，整个意识世界几乎被夷为平地，直到海面重归平静。一朵圣洁的莲花在水中央缓缓绽放，虚空中一对冰冷而巨大的神明之眼缓缓睁开，冷冷地俯视着这片废墟。由于和上次一样的现象，导致整个服务器超负荷运转达到巅峰，竟然触发了重启程序。技术主管暴怒，质问技术人员到底发生了什么，而调取了任何监控都查不到原因，并且3位大师全部失联。技术主管预感到大事不妙，并紧急联系最高决策层巴贝尔。旁边的人倒吸一口凉气，质问真有必要做到这一步吗？对方目前是没有办法离开虚拟世界的，没有必要闹到这种地步。但技术主管坚决地认为这是非常有必要的决定。另一边，水浪渐渐退去，侥幸活下来的人们从水里爬出来，狼狈喘着气。大家环顾四周，眼前景象的奇景全部消失殆尽，整个世界只剩下水天相接的平地。麦吉说，这个世界被彻底初始化了。传说虚拟世界诞生之初就是一片水茫茫的世界，后来人类才不断加入自己的意识，让这里蓬勃发展。如今随着大崩塌，一切再次回到了原点。就在大家沉浸在世界归零的震惊中时，原本归于平静的水面突然掀起波动，有人眼尖的看清了异样的源头，失声大喊，那是喷泉所在的地方。还没等众人站稳脚跟，正前方的水面上猛然升腾起一道耀眼夺目的炽热光芒，那道光影散发着无法直视的神圣威压，缓缓从水底浮现，周身缠绕着毁天灭地的恐怖气场，让在场的所有人彻底看呆了。有人浑身剧烈颤抖着，眼角泛起泪光，惊呼道，活神！那尊降世的活神轻轻抬手，水流竟和摩西分红海一样向两侧分开，而道路的尽头则是赤条条的卡布。二人双目这么一对，老死亡了，活神就这样没了。重启设备后的工作人员看到这一幕，人都懵了，因为整个虚拟世界已经被强制带入了那个光之国，没错，就是那个 M78 奥特曼的世界里去。强烈白光的神体屹立在天地之间，光芒越来越亮，近乎要将整个意识世界彻底撑爆。人们流着泪惊叹，称这是净化一切的神圣之光。而后死寂的水面上竟凭空盛开出无边无际的朵朵莲花，一朵2朵万朵，刹那间水汪汪的世界化作了一片看不到尽头的莲花海洋。人们在花海中欢呼狂奔，以为自己终于来到了传说中的天堂与极乐净土。小美这边在寻找着卡布的身影，突然猛地绊倒在花丛里。当她伸手摸向花海深处时，脸色瞬间变得惨白。紧接着她看到麦吉嘻嘻哈哈地朝自己的身体捅去，不仅是他，周遭的所有人就像接到了某种不可违抗的杀戮指令，纷纷进行注射。伴随着刺耳的呼啸声，无数人的身体开始疯狂扭曲，犹如被看不见的无形绞肉机绞入其中，所有人都面色都如痴如醉之中。所以天堂到底是什么？是注射后多巴胺的大量分泌，还是在脑海虚无里无限翻滚的爽感？置身于这场暴风眼中的小美浑身瘫软，双眼失神地望着无尽的毁灭漩涡，眼中只剩下无底的绝望。
下一秒，他来到了过山车座位上，任由过山车在大楼内疯狂行进着。但越是靠近大厦内，他越是不安。而后，大厦深处有着一双眼睛凝视着。不一会儿，喷涌而出无数的意大利面，巨型面条压得过山车横七竖八，而在场的所有人都在感受着卡布的那种绝望的童年阴影，痛苦的哀嚎、扭曲，甚至连面部都长出了密密麻麻的触手。整个世界仿佛沦为了不可名状的恐怖炼狱，深渊般的怪物高高盘踞，将所有活人沦为其蚕食的养分。到底什么是天堂？一个比现实更真实的梦才算得上是天堂。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道耀眼刺目的圣光骤然横空出世，那个拯救世界的男人竟然以奥特曼般的英姿降临战场。原本陷入绝望与癫狂的人群瞬间沸腾，所有人声嘶力竭地高呼着他的名字，疯狂为他加油呐喊。奥特曼没有任何犹豫，直接飞身跃起，凌空施展绝杀踢击，径直重创怪物。紧接着，他周身涌动起毁天灭地的炽热能量，双手交叠，轰出杀招帕拉迪姆光线。炽热的高能光束瞬间轰击在怪物庞大的核心之上，全场观众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狂欢，放声大喊着干得好，叫嚣着彻底烧死这个怪物。就在所有人都在为奥特曼的光线狂欢时，小美发现不对劲，不对，意大利面条不是卡布的化身吗？这奥特曼哪里来的？小美再看向小卡布的时候，发现他正以奥特曼的形象出现，自己从来没有在卡布的记忆中看到过奥特曼，他一定是被什么东西给夺舍了。一旦杀了那个怪物，卡布也绝对活不成。小美看向上空，努力搜索着相关信息。没错，在无数狂热围观的信徒顶端，活神正在观战，而小美也意识到可以通过虚拟世界进入小卡布那心智尚未成熟的意识空间。下一秒，一道刺目的强光从面具中穿透而出，他整张脸甚至被强行抹平，思维彻底陷入了无边无际的虚无深渊。当他再次睁开眼，看到小卡布的电视里，奥特曼已经将怪兽给打趴下。突然，那团面条从背后发起了攻击，而在第二层梦境中，实际上是小美从背后抱住了卡布，她变成妈妈的模样，用她那早已缺失的母爱来感化他。而奥特曼被面条怪物纠缠着，换作一团光芒消失不见，一切都结束了，我们回家吧。可怀里的卡布却缓缓抬起头，眼神里没有一丝温度。没有结束，还在继续哦。说完，小卡布转身奔向荒野，身影迅速消失在茫茫天地间。他发现无数刚才还在狂欢的观众被这么一闪，此时全都稀稀拉拉地瘫倒在一片荒凉的大草原上。有人挣扎着站起身，茫然地问这是哪里，甚至有人认出这里已经是极度遥远的边境。就在所有人还没搞清楚状况时，一声惊恐的尖叫打破了平静，众人纷纷抬头望向天空，脸上写满了难以置信。山群之中，一个被封印在十字架上的奥特曼一动不动，冰封着，而在监测仪器上显示着活神的各项指标均恢复正常。卷3完结。很多人看完赛博朋克漫画神作《极端天堂》，第一反应都是画面炸裂，但剧情混乱的像精神病人的乱涂乱画。如果你也有这种感觉，那我必须告诉你，你被小池贵一给骗了。我反复把这部漫画啃了好几遍，才发现它的逻辑链条严丝合缝的可怕。它绝不是简单的做完一个梦跳到下一个梦，而是一个相互嵌套、虚实绞杀的潜意识迷宫。就拿开篇最简单的场景来说，从太空暴风里的药剂广告，到导演喊咔揭露绿幕拍摄，再到主角看见异象注射温泉针剂，随后电视播报温泉广告，最后关掉电视回到杂乱的现实，这仅仅是全书最浅最基础的一段4层梦中梦设计。在全书3卷一共13个梦境场景里，这13个梦我就不念了，放在屏幕上面了哈。卡布整个潜意识迷宫其实被严格拆解成了5个递进层级。第一层，表层感官与现实替代，注射药物或初步连接设备后产生的表象幻觉。在这个层级，现实的规则依然有效，但事物开始发生变质，如看到极其真实的虚幻场景，甚至误以为自己在洗澡或散步。第二层，自我认知与物质解构，大脑常规的信息处理机制被强行关停，固态现实开始像画布一样被拆分重构。
作品中提到，进入这一层时，人就像出生的婴儿，失去原有的认知规则，直面量子震荡与物质最原始的形态，如意面异化为触手，室内空间坍缩。第3层，个体潜意识与创伤重现，剥离所有伪装后，直击童年最深层的阴影与创伤。卡布在这一层不断重演母亲离世、自己独自做意面以及对天堂的执念，这里是记忆最刺骨、最绝望的内容。第4层，精神进化与肉体剥离，突破大脑极限，精神力爆发并脱离肉体束缚，进入无边无际的雪山、星空或虚无境界。在此状态下，肉体极易脑死亡或变成植物人，而意识则以为自己触碰到了世界的终极真相。层外层，虚拟世界的集体意识系统，通过设备将无数人的潜意识串联在一起，演化成终极炼狱。那么问题来了，在这个5层迷宫里疯狂挣扎的男主角卡布，在现实中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人？答案刺骨而悲惨，现实里的卡布只是一个无业、脑损伤、走投无路的饲药小白鼠。卡布走向毁灭的起点是他童年时期母亲因吸毒过度突然死亡，母亲死时留给他的只有一碗还没吃完的意面，这成为了他一生无法摆脱的 PTSD。 由于缺乏心理干预，随着年龄增长，巨大孤独演变成了重度心理疾患。看卡布的房间就知道，除了电视、沙发和厨房一无所有。一个不工作的人哪来的钱去酒吧点最贵的药剂？唯一合理的推断就是他主动充当科研机构的饲药小白鼠。在长期吸毒、精神高度紧张的状态下，卡布曾与巡逻警察发生过真实的暴力冲突，甚至抢枪杀害了警察。被捕后，由于药物严重过量，他被送到卫生局戒断中心强制治疗。这一点的推断是卷衣流浪汉被卫生官抓后又立马释放推断出来的。但严苛的戒断并未治愈他，反而加重了病态依赖。现实中的卡布狼狈到了极点，他会在酒吧洗手间因药物过量而濒死抽搐，会流着鼻涕瘫倒在公园树干旁，会疯狂地将自己的头部砸向金属水槽，会在郊外冰冷的河水里溺水抽搐。正因为他长期滥用药物，导致大脑结构发生病变，加上重度的精神创伤，在卷山接入冥想大厅设备时，他的脑波直接导致系统超负荷与短路，甚至波及了现场所有无辜体验者，把大家一起拖入了由他创伤演变而成的意面触手炼狱。所以卷山结尾那个奥特曼打意面怪兽的荒诞场景，根本不是什么爽快的大乱斗，而是卡布在集体意识深处与自己童年创伤做出了最后一次精神决裂。小美变成了妈妈的模样，用早已缺失的母爱去感化她，才最终将她从潜意识深渊里拉了回来。这部漫画最讽刺的地方就在这里，所有人都以为自己通过药物或冥想装置窥探到了高维宇宙和世界的终极真相，可镜头一转，真相不过是冥想装置超负荷时自动播放的营销广告，或者是瘫倒在酒吧冰冷洗手间里的疯狂流泪。极乐的快感终究只是通往虚无的特快列车，而大家梦寐以求的天堂，自始至终都是吞噬心智的极端深渊。好的，那么整个极端天堂全部完结了，目前只有3卷内容，从2002年开始到卷3的09年，以及休刊到了16、17年了。从这样的更新频率来看的话，大概率是断更太监了。整个故事都是意识流叙事，真的极其费神费力，更新的有点慢，还望各位见谅。有什么好题材的话，各位也可以向我推荐一下。我是老马，我们下个视频见吧，拜拜。